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又一谍战大剧来袭，程毅扛大旗，王劲松甘当绿叶，有黑马前置。就在今天，桃场这里指某知名视频平台放出了首个预告片，程毅主演的《生前》这部剧，足足筹备了5年，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谍战世界里，《生前》能像潜水艇一样深入复杂的情报网，找到出口，破解谜题吗？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特点。和传统的谍战剧不同，《生前》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这部剧想要在老套路的谍战故事里搞点新鲜感。这里的新鲜，就是说它讲的故事跟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以前的谍战剧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情报怎么搜集和传递，很少关注某个具体的战役。这部剧呢，它把重点放在了长沙会战上。这在传统的谍战剧中算是个挺大的转变。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在长沙战役开打前，一个热血青年叫云鸿深，和另一个名叫文叶明的好友，他们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情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正义与邪恶相互交错，他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计谋，每一步都算得很细，最终在国家大义面前，他们放下了个人恩怨，把自己置于绝境，成功揭露了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日本间谍黑执事，改变了长沙战役的走向。剧情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抗战与家庭仇恨的结合。剧中不仅展现了激烈的抗日斗争，还融入了主角们个人的家庭恩怨，让故事更加丰富和立体。二、情报战的智斗。整个剧情围绕着情报的获取与传递展开，充满了智慧与策略的对决，看得人心惊胆战。三、国恨与家仇的抉择。在国家利益至上的背景下，主角们做出了牺牲个人恩怨的选择，这种牺牲精神是剧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给人以深刻触动。以前看的谍战剧大多没怎么讲到战场上情报的争斗，其实抗日战争的时候，情报工作可重要了。就在长沙那场大战前，有一个在日本混了15年的间谍，名叫黑执事，他打算用早就想好的计谋来坑人。主角的爸爸云木之发现了黑执事的坏主意，就去查这个事情。结果黑执事偷偷干掉了云木之，计划差点就失败了。程毅演的那个角色叫云鸿深，他发现自己的老爹被坏人害死了，心里憋着一口气，决定要找出那个真正在背后搞鬼的人，给老爹报仇。他还不知道老爹的真实底细，结果不小心中了那些神秘帮手的圈套。就在紧要关头，有个地下党员，也是云鸿深老爹的好朋友，名叫杨子明，这个角色由何中华来演，帮了他一把。杨子明教会了云鸿深怎么分辨那些阴谋诡计，还指引他走上了正确的路。当杨子明壮烈牺牲，长沙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云鸿深决定自己扮演一个无路可走的角色，以此来揭露隐藏的敌人。这部剧的结构虽然和那些老套的间谍故事有点像，但它从主角的家庭仇恨开始讲起，然后加入了抗日的元素，最后通过主角的智慧解开了一切谜团。在谍战剧这个领域里，尝试一些新意确实需要很大的胆量。虽然这部剧是在4年前制作的，但它的设定现在看来依然新颖有趣，并没有过时的感觉。反而，这种独特的尝试使得它更加吸引人。男主云鸿深原本是个啥都不懂的小角色，后来在谍战这条路上越走越熟，就像伪装者和叛逆者里的主角一样，一步步成长起来。根据剧集预告，这部作品的氛围相当紧张，
处处都弥漫着一种危险的气息。比如，在一个关键时刻，男主差点就没命了，被反派拿枪指着脑袋，那场面真是让人提心吊胆。还有男女主对峙的情景，彼此都手持武器，剑拔弩张的样子，看得人心惊胆战。紧张的镜头和满是血迹的画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冷酷的氛围和刺骨的感觉交织在一起，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享受。不过，让人心跳加速的是那些刺激的瞬间，而真正让人欲罢不能的是故事的发展。在长沙的大街小巷，人们小心翼翼地行走，四周充满未知的危险，这样的场景像是历史的波涛在慢慢翻滚。老一辈演员带着新人一起演戏，这是现在谍战电视剧里常用的手法。这种模式有的成功了，像是《追风者》，也有的是新人的演技被老演员完全盖过，效果就不太理想。我觉得深潜可能会是那种成功的例子。让整部剧成功的关键人物就是程毅了，他的把角色演活，才能让观众信服，让整个故事更有说服力。程毅就是靠着古装剧火起来的演员，特别是那些仙侠类的作品，让他在圈里有了自己的位置。不过，在这些小生里，程毅算是挺敢于尝试新事物的那一个。比如，他接了一部叫做《底线》的剧，里面还有靳东和王劲松这样的老戏骨，和他们一起演戏，一点都不尴尬。还有，他主演的一部武侠剧《莲花楼》，评分还高达8.5分，完全靠实力赢得了认可。接下来，他可能会去挑战一些谍战剧，看看能不能在不同的类型中都表现出色。程毅扮演的云鸿深，原本在国外读书回来，家里条件好，性格自由自在。后来家里发生了变故，他就变得话不多，心思深沉了。等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就加入了对抗日的情报工作，最后他自己成了一个无法取胜的局面。这样的角色，因为他的变化和深度，特别吸引人。云鸿深在剧里是主角，从有点傻到聪明，从一心想着报仇到最后为了国家埋头苦干，这就是深潜这个故事的重点。程毅的表演水平一直在线，所以我觉得他肯定能赢。至于王劲松，他这些年在很多间谍剧里扮演坏蛋，都让人记得很清楚，像是《暗夜与黎明》里的毛森。不过，王劲松可不只是演坏人，他在抗日剧里的正面角色也挺出彩的。这次他要演云鸿深的老爸云木之，因为查黑执事的事情被敌人害死了。这个角色不需要太多台词，只要老演员稳稳的表演，就能轻易打动观众的心。预告片里的王劲松不露声色，眼睛里藏着无数故事。他的演技，我们当然不用质疑。我更好奇的是，这是他和程毅的第5次合作，他们将如何演绎？说到韩成宇，你可能不太熟悉，但提起他演过的角色，比如《锦衣之下》里的那个帅气又有点傲娇的角色，应该有不少人记得吧？他的演技挺有特色的。韩成宇在不少剧里都展现了自己的演技，像是《山河令》和《大宋宫词》都挺受欢迎的，所以期待他在新作品里的表现，感觉也不会让人失望。看过唐鬼系列的粉丝应该记得他演的那个有点神经兮兮但又很逗趣的书生独孤侠叔。这位年轻的演员能把这么个角色演绎得这么出彩，说明他的演技确实不错。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和程毅已经合作了7部剧，这次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演呢？第5位，何中华。还有一位是程毅在《莲花楼》里的老搭档。当年那个叫何中华的3少爷，现在经常在一些古装剧里演神仙级别的角色，像是天帝啊什么的。虽然他的角色类型有点固定，但他算是那些年龄到了也不显老气的演员中的一个。这次他在一部剧里扮演了一个能给男主角指路的神秘人物，挺合适的。
除了她，最近还有个叫颖儿的女演员，她在剧里的表现也挺让人眼前一亮的。另外，刘欢在《军师联盟》等作品里的表现也挺出彩的，在紧张的对峙中寻找转机，就像在公司里斗智斗勇一样。要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团队，才能上演一场扣人心弦的间谍大战。偶像主演的谍战剧成了流行趋势，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为了吸引年轻一代，平台和制作方需要请到当红明星。近来的偶像谍战剧虽然不是每部都能成功，但也有些挺受欢迎的。不过，也确实有些作品让人失望。说到底，这些剧能不能火，主要的看几个因素：一、年轻演员能不能扛起主角的重任，演出角色的魅力和深度；二、剧情能不能做到逻辑清晰、智商在线，不要让人感觉剧情漏洞百出。深潜这部剧之所以有优势，是因为选了程毅作为主演，演技方面风险较小。那关键就看故事本身好不好玩，情节够不够吸引人了。深潜这部剧就像是在玩一场大侦探的游戏，正派和坏蛋明争暗斗，寻找那个隐藏很深的秘密人物，就像找出了藏在背后的服务员，让人兴奋又紧张。剧情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解开谜团，更在于那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危险感，就像是走在刀尖上一样。但这部剧不只是表面的风格而已，它还藏着很多深刻的意思。剧名为什么叫深潜呢？因为这部剧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男主角就像潜水员一样，在深深的水面下行动，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一不小心就可能面临巨大的危险。云鸿深就像是水里的一把刀，稳稳不动，坚定无比。他是个有决心的斗士，也是战场上的隐形英雄。这个主角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完美人物，而是历史长河中被遗忘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历史潜水员，向着光明前进，最终一起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深潜这部剧就像是偶像和间谍的结合体，有点新鲜，但也有些明显的不足。就像在水下探险，既能看到亮点，也得注意潜在的风险。国内的谍战剧已经潜水很久了，能不能跳出水面，吸引大家的目光呢？